咱们这人生在世啊，有那么句话您得记住：人可以没有亲戚，但不能没有朋友。因为这个亲戚呢，有的时候有那么句话嘛，你说亲戚亲，他亲戚也不亲。你有我父那才算亲，有朝一日过穷了，富家不登贫家的门。那么这个时候朋友越交越多，范围越来越大，反而我们不知道朋友到底是什么状态。其实有那么句话，猫戴帽子狗戴帽子都是朋友。你会发现呢，成你事儿的是朋友，败你事儿的往往也是朋友。为啥？生人骗你，你有戒心，就这杀手你不好弄。所以咱们人生在世得学会交朋友的智慧，哪些叫知己，哪些是普通朋友，哪些为酒肉朋友，哪些就算你的社会关系，咱得弄清楚。咱说说这个交朋友里头的门道学问。首先咱们说呢，朋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叫知己。这知己呀，很多人经常是喝点酒一拍，你说我的知己呀，哎，这是我的知己呀，咱俩知心呐，知音。这话不能随便说。知己是朋友的最高形态。要想达到知己境界，非有3个条件不可。头一个得志同道合，第二个得互相理解信任，第3个得能同甘共苦。有人说这也没啥呀，不就俩人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喊一号唱一个调，穿一个裤子铺一个褥就完了，没那么简单。你单说志同道合就不容易做到。何谓志同道合呢？大家注意，志是你的目的，道是你的手段。就说我们俩人啊，三观是完全一样的。咱现在不说毁三观节操掉一地吗？咱没那事儿，咱们三观是一致的，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我们的手段也是一样的。你看经常有的人不是说你做不到志同道合关系就不好，还不是。我举个例子啊，黎明之前不少朋友都看过，里边那个吴秀波演的刘心杰，林永健演的谭中树，俩人打小刘心杰就在谭中树家长大，孤儿，人家妈把他养大，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一起是上军校，一起出生入死，过命的交情，这关系好吧？好是好，可两个人志不同道不合，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你用这样的手段实现解放全中国，你用这样的手段实现占领全中国，所以双方是志也不同，道也不合，那最后只能是分道扬镳。片子结尾时候，吴秀波那是很伤感的说了一句撒由那拉，就没办法，最后只能是这样。这是志不同道不合。还有志同道不合，道同志不合。什么叫志同道不合呢？我们目的是一样，但手段不一样，走不到一块儿。还有这个道同志不同的，水泊梁山好汉都是上山造反杀人放火，但是志向不一样。你像李逵他们这样的，混一天算一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这个造反图痛快。还有的人是想呢，弄一阵之后呢，博得个封妻荫子的名声。宋江是什么？若要关杀人放火受招安，哪天朝廷把我招安好了，这会儿人道都是一样的，都上梁山了，杀人放火了，可是目的不一样，最后也得散。征方腊损兵折将，破辽国徒劳无功，完蛋了。所以这你不要小瞧志同道合4个字，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个志同道合首先得什么呢？双方的节奏是一致的，我们共同认可的东西，我们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价值观，这些都得做到同步。所以知己这个志同道合首先得在知音上，就互相之间才能高度的达成一致。这个一致有那么典型的一个事情嘛，叫高山流水觅知音，咱很多朋友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上古东周列国时候呢，有一位弹琴的高手叫伯牙。还有人说我知道，不叫俞伯牙吗？那是后来冯梦龙写小说时候杜撰的，说他姓俞，人家是姓伯名牙，伯牙。这个伯牙呢是个弹琴的高手，他曾经呢在东海蓬莱啊到山里头溜达，一下子看到这高山流水了，心有所悟，
立马弹琴上了个层次。根据这个情况，他做了一首曲子叫《高山流水》。可这曲子弹出来，谁听都说好，好在哪儿不知道。就他也想碰到一个能了解他内心所想的，没有。所以这伯牙很郁闷。后来在晋国当官呢，回到楚国，在江边的船上，他把这琴拿出来翻引了，开始弹。刚弹了大概有一段，江边这个草丛里呲楞钻出一位来，把伯牙吓够呛。一看这人呢，戴着斗笠，披着蓑衣，背着个斧子，是个砍柴的樵夫。这樵夫说：“我可知道你这琴怎么回事，你给我看看。”伯牙一看，这哪来这么一位大老粗？你看看。他说：“你这琴呢，叫文武七弦琴。”哎，说这人识货呀。说这琴呢，是上古伏羲。伏羲我们都知道，三皇五帝很早头一位。上古伏羲氏用3丈3尺高的梧桐树当件那块的木材做的这么一尾琴。这个琴原来只有5根弦，金木水火土，也叫宫商角徵羽，5根弦，5音。咱现在说谁5音不全，宫商角徵羽5音，加上个这个变指变语2个，就是咱们现在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7个音。说这个呢，原来是5弦琴，后来周文王呢给他添一个弦，到他儿子周武王又添了一根弦，总共有7弦，所以叫文武七弦琴，对不对？伯牙一听，你知道的可真不少，咱俩这知识结构很像，我估计这全国就咱们俩知道这个。说我还想接着听先生弹弹。好，伯牙就开始弹。弹着弹着呢，他想到在东海蓬莱山见到的圣境，就想起那个蓬莱山真高啊。他这一想，就看旁边听琴这位樵夫，巍巍乎高山，你看跟他想一块去了。再弹着，他想到山间流水，叮咚作响。这一弹，脑袋里一想，旁边那位樵夫说：“洋洋乎流水。”就你弹着是流水。当时这伯牙把琴就撂下，您太了不起，您是算卦的吗？说不是算卦的，就说这个人也懂音律。谁呢？是山中隐士钟子期。伯牙说：“我这么些年头一次碰着一个，咱俩这个想法观念高度一致的。说看来这辈子我为你弹，你是我的知音呐。知音，这从音律上来的。所以后世说俩人了解叫高山流水觅知音，就是从这儿来的。说约好了，我这得回我的国家复命啊。这么的吗？明年我还到这儿来，你在这儿等我弹。”结果伯牙第2年同一时间兴冲冲来的时候，看到的是钟子期的坟，死了这个人。伯牙当时在他坟前痛哭流涕，坐那弹了一下高山流水。弹完以后，琴弦扯断，把这琴给砸了。意思当世再无知音，我留这琴有什么用？今后再不弹了。这叫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所以这个时候俩人这各方面都能高度一致，这才叫知音，进而才能成为知己。这就我说第一个志同道合。第2个呢，同甘共苦，就是便是你这好人家不好，你看不上人家，或者是你不好人家好，你气人有笑人无，疏远人，这都不行。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咱就说点简单的吧。说他们俩要饭呢，俩人这个半拉葫芦瓢啊，一个圈叉的碗呢，要了碗粥，一人一半，要个馒头掰开，你一半我一半。这老天爷在上面看着你，这俩要饭的啊，多好，都困难成这样了，要了个馒头不能自个儿一人吃，掰一半给对方，这是铁哥们，这知己。老天爷身边也有谋士啊，有几个朋友说你可别这么看，他俩不见得这样。能共苦之人不见得能同甘，也就是说可以共患难者不见得共富贵。那咱试试他吧，怎么试呢？老天爷在地上摞了一堆金元宝，这俩要饭你看，我的妈呀，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俩人把这金元宝弄，咱俩怎么办？
请喝吧，请喝，无酒不成席。这么的，我去买肉，你去买酒，咱回来吃上庆祝。就这么点儿分头，不一会儿呢，酒肉都买。这酒喝下去没几杯，就见对面这伙计脸色发黑，扑通趴那儿。这会儿肉没吃几口，七窍流血躺那儿。就两个人都想独吞这堆金元宝，回过头都在酒和肉里边分别下了毒。老天一看，这真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两位是能够共苦，不能同甘。还有第三条，你得互相之间呢理解信任。就是你真做出点出格事儿，别人不理解你，我能理解。就彼此之间都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一对典范，有个成语叫管鲍之交，就说的这事儿。管鲍之交是谁呢？一个管仲，一个鲍叔牙。这两个人当时都是齐国人。齐国人两个人在一块儿呢，这个好朋友，就跟现在拜把弟兄似的。但是呢，管仲家里很穷，得养自个儿老娘，养活自个儿弟弟、姐姐、姐夫、小姨子、连襟，加一堆穷亲戚都他养。鲍叔牙呢，家里头呢，搁现在话说中产阶级以上，有俩钱儿。这鲍叔牙为了拉管仲一把，咱哥俩做点生意吧。管仲说：“我没钱，没钱不要紧，我有钱，我出钱，你多出力呗。我说咱俩5-5分成。咱现在都知道，出钱的是董事长，你出力最多 CEO 啊。都5-5分成，你见过没有？鲍叔牙往后让5-5分成，刀切账一人一半。结果就是这样，到了分成的时候，管仲一个劲儿给自个儿多算。”这都不是5-5了，甚至6-4他拿的多了。鲍叔牙底人不干呢。别说这事儿，他和我不一样，我呢家里头不差这口吃的。那管仲不行啊，家里一大堆人呢，等养活呀，他多拿一份也正常。大家别说这事儿，这买卖做长了这么干，管仲也不那块料啊，挣的少赔的多，这买卖就完了。完了又没出路了。鲍叔牙说：“这样吧，你很有才能，那当官吧，哪有钱当官？我给你捐个官。”给管仲先后3次，鲍叔牙出钱给他捐官，当了3次，被开除了3次，拿下。别人都说你这白费劲吗？这样人你培养他干嘛？我说别说他，我理解管仲这个人呢，才华呀大了去了。那么大的才华，你给他搁到这么小地方，他施展不开呀。那好比蛟龙搁于前景啊，他拨弄不开呀。旁边一听是真没法说了，你在他嘴里管仲怎么都好。后来正赶上征兵，就服兵役打仗嘛。管仲鲍叔牙打仗，这管仲有个特点，冲锋时候呢落到后头，要打败仗呢逃跑他准在前头跑。还有人说这不胆小鬼吗？这样人能当兵吗？胡闹的吗？懦夫。鲍叔牙对，我理解管仲，他不敢死啊，忠孝不能两全，得顾一头。那管仲可是个孝子。这么一弄，后来不管谁一说管仲不是鲍叔牙，我理解管仲，别人都知道这句话。他一这个下面我理解管仲。到后来两个人呢，这个在政治道路上分开了。当时齐国呢大乱，这个谁能接皇上的位置？一个是公子纠，一个公子小白。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未必战乱都跑到其他国家了，大臣把这个国内的乱象给平了呢，请他俩回来，谁先回来谁是皇上。这得星夜往回赶呢。管仲就出个主意，就这么的，管仲半道阻击公子小白，离老远看公子小白坐在车上过来了，管仲这会儿摘下宝，弯弓射箭，歘一箭过去，正射中公子小白，大叫一声，往这一躺倒过去。管仲一看，行了，这就不死也够扒层皮的了，肯定我们主公能先赶到。他走了，没想到这公子小白很聪明，这一箭射在哪儿呢？射在他腰带上。
没受伤。他为什么大叫一声又倒那呢？迷惑对手。完事之后重新整束妆容，星夜赶奔都城。他比公子纠先到一步，当了皇帝了。这位皇上就后来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结果他当了这个王了，很快就把这些反叛的人都抓起来了，把管仲抓起来。这会儿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那这管仲射我一箭呢，有仇不报非君子，我弄死，斩了。鲍叔牙，对，我理解管仲，他射你一箭是啥？各为其主啊，他也没办法呀，这说明他忠心耿耿啊。您不是想让我当齐国的宰相吗？主公，我跟你说，我当不了。为啥？我能耐不够。我给你推荐一人，就是射你一箭这管仲，这个人能耐可大的不得了，你要用他，霸业可成。这齐桓公公子小白信任鲍叔牙，好吧，我听你的，把管仲放了，拜为宰相。后来管仲辅佐齐桓公，这才有春秋五霸之首。你说没鲍叔牙，管仲这辈子不完了，就全仗着他了。就是说这个知己之间得彼此理解信任，就我相信你一定能成才，我相信你一定怎么样，我相信你精神状态志向是什么，这才能做到知己。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志同道合，理解信任啊，后边还得同甘共苦。各位好好琢磨琢磨，你们的朋友里头有哪些人能跟你做到这点？有哪些人仅仅是酒肉朋友？有哪些人就是点头之交？有哪些人最多就算你个社会关系？恐怕你听我说完了，按这几条一衡量，扒拉来扒拉去，哎呀，我挺惨，我一个知己都没有。这不奇怪。鲁迅先生有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人一辈子有一个知己就足够了。可能你的岁数不到，可能你的际遇没到，你就没碰上这样人。人这一辈子遇到一个知己，比碰到好的情人、好的老婆都要难得多。所以说，不要为自己没有知己感到发愁，有朝一日机缘到了，你就能碰得上。再一个，真碰上这样的人，你能不能做到同甘共苦、理解信任、志同道合呢？所以挑剔自己没有知己的，拍拍胸脯想想自个儿到底是什么德行。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种不想好事的妄想症。首先给大家介绍一种叫肢体妄想症。肢体妄想症是什么呢？本来他没什么病，他就觉得自个儿身上哪儿不对劲儿，想着想着有可能把这病真想出来了。其实这个就不叫草木皆兵了，这叫草木皆兵。这种例子在我们身边呢其实比较常见。咱说个真事儿吧，有一年那个四川成都大医院里边来了个女病人，这病人一进来呢，一看这个把这个袖子一撸开，这胳膊上边血淋淋的，就好像什么利器给划的似的。大夫说你这怎么了？他说我这也不是划的，也不是什么，我这里有虫子，我胳膊里都密密麻麻虫子，我使劲挠，我让他们都出来，出不来。是怎么回事？我一问呢，几个月前了，他晚上睡觉就觉得这胳膊让虫子给咬了，咬了之后他又没找着这虫子，他心里就琢磨，坏了，这虫子钻我胳膊里，这胳膊里去，这身体血肉之躯都是营养啊，这虫子在里头繁殖，密密麻麻的，我这里都，所以当时他心里害怕还恶心，怎么办呢？先拿那个就是刀啊，这么刮，看能不能把虫子弄出来，来回挤。这么一弄还不出血，出血之后更害怕了，就感觉他疼啊，就觉得这里边这虫子咬我呢，然后搁指甲挠。那女同志指甲长啊，隔了有这个半个月，前后，家里人让他说你这得不是那么回事，他不听，天天这么弄，到最后受不了了，到医院去了。大夫一看明白了，他这个呀不是身体上有病，他心里有毛病。他总想着这虫子在身体里边呢，一排一堆的，他觉得恶心，还难受，还害怕，所以产生的这种强迫，就非用手挠，得把它给抠出来不可。后来呢，这大夫怎么给他治的呢？
一看你这个方法啊，用正常的给他开药，他不一定信。这大夫就想了个办法，给他上药，然后呢，告诉他说一会儿虫子我能给你弄出来，在底下搁个盆儿，盆上面呢一层水啊，什么药液什么之类的红药水，然后给他弄完了再上药，然后告诉他，哎呀，这虫子挺恶心，盆里有，弄出来了。经过这么几回，这个女人就觉得啊，体内好像这虫子真没了，一点点就好了。这是什么呢？心病还虚，心药医。就说人这个精神力啊，有时候往那儿想啊，想来想去，真容易想出毛病。你比方咱们看这个电视剧，那个刘老根里边，哎，这个演丁香，高秀敏演的，他到医院一检查呢，说肺部这儿有个阴影，他就怀疑自己这是肺癌，又哭又嚎的，这什么呢？人整个精神也崩溃了。等到呢，到了大医院一检查，不过是肺炎。哎呦，精神头马上来了。原先是几天的不吃饭，这时候告诉自己女儿，来，赶紧给我再剥一个香蕉，再来个香蕉，饭量还上来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作用。我身边有过这个事儿，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和他女朋友呢，本来俩人挺好的。这小伙子愿意打篮球，要收集什么乔丹鞋、艾弗森鞋什么的。有一次运动过后呢，觉得肚子挺难受，他家在一个小县城，也是到医院一检查呢，这大夫说你这胃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像有肿块似的，也没确诊。当时就把他吓得完了，因为什么呢？他爷爷当年得了胃癌，他就怀疑坏了，自个儿这病不行了。当时你看人整个的状态迅速消瘦啊，没精打采的，真就跟胃癌的早期症状差不多。他女朋友一阵劝他，你呀，这个没事，咱们到这个大医院，到省城去看看不就完了吗？啊，他在那说什么？别看了，我这要不行了，这个我要真死了呀，你呀，这你年纪轻轻的，你再找个男朋友，要真好打篮球，把我这鞋呀也都给他穿得了。他女朋友，你想听得多难受，就哭了。不行啊，他脚比你大，他得穿44号。全都这小伙子后来到大医院一检查，没事，马上活蹦乱跳的上球场接着打球，没事。那么如果说这种肢体妄想症呢，你自己再怎么着往不好处想，最后摧残的是自个儿。那我们后边说到这个妄想症呢，那就祸害的是别人了。比方我们说第二种叫嫉妒妄想症。什么叫嫉妒妄想症呢？谁就说咱们两口子，你比方说总怀疑自个儿老公啊跟哪个女人好了，怀疑自个儿老婆跟哪个男人好了，天天琢磨自己另一半对自个儿不忠。我家这个情景喜剧里边就有这么一集，那个女主人公是江山扮演的，她就怀疑自个儿老公，有段台词说的特经典。这种妄想症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他都能想到这个上面。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尤其是在这些年非常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在我想象当中，好像我的这个父辈他们那一代人很少有这事儿。为什么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离婚率那么低？不光是社会风俗，说你这离婚呢，就意味着你这作风有问题，不光是那样。因为那个时候家日子过得都不宽裕，上有老下有小在一块过，两个人呢得齐心协力的把日子过好，两个人就容易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没别的功夫再琢磨这个那个了。可是后来市场经济了，大家有钱了，我离了你，你离了我，咱都能活。不像过去咱要离婚了，一个人没法承担上有老下有小这种赡养义务，没办法。现在是离了谁都能活，所以彼此之间对对方的感情世界就苛求起来了。而且我们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每个人的这种娱乐空间也大了，不像过去下了班回家赶紧这个给孩子做饭，完了伺候老人吃药，到晚上有点功夫还得在缝纫机上补涮干这个东西。所以等现在大家业余时间多了，那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彼此独立了，也就增大了这种猜疑的空间。晚上回家，家里另一半没在家，干嘛去了？一打电话我在外边吃饭呢，跟谁吃饭呢？你得问，
咱有一些女同志好问这个，一打电话永恒不变3句话：你在哪里？你和谁在一起？你什么时候回来？全是这个。有的这个男人和女人呢，给自己另一半解释的时候，就怕越描越黑，就怕说完之后倒引起误会。有的时候呢，出去比方搞点娱乐活动，没什么事儿，他回家跟老婆讲：我加班了干什么呢？这个谎不能常撒呀，一回两回他知道了，知道之后他就怀疑你，越怀疑你这事儿弄得越大。那么消除这种嫉妒妄想症最好的办法呢，是夫妻之间开诚布公，就我今天干什么了，我会跟你直说，没有什么不能讲的这个。现在就怕的是有的人呢，心里头真怀着一些不轨的想法，那这两口子就难办了。无论有没有这妄想症，你要真有不轨的想法，这两口子也好不了。那么我们说这种妄想症呢，是等于把这个两口子之间关系搞糟了。还有一种是你把你和身边所有人关系都搞糟了，什么？这就第3种，我们说叫被迫害的妄想，就总觉得有人害他啊！你对面过来个人，这人要害我，身后跟着一个人，怀疑这人是不是要害我。这个妄想症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也小学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当时我们同班同学呢，有个姓马的。我们那会儿吧，就是东北啊，唱二人转有一个段子叫马寡妇开店。我们当时呢，就管这个哪个同学姓马，好起外号，管叫马寡妇。其实我们班这个同学呢，刚转学回来，没人管他叫马寡妇。有一天他在前面走，我们俩人在后边，就是一前一后放学嘛。我们俩叽叽嘎嘎说别的事儿，他突然在前面转身指着我鼻子：姓梁了，你是不是管我叫马寡妇的？我没有啊，我没管你叫马寡妇，我都听见了，听见了。为什么？他原先转学前那个学校，人家学生给他起外号马寡妇，他到这儿来，他心里越琢磨别扭这事儿。我在后边不知道说什么了，可能我只是说什么，哎呀，秦琼期高头大马，他听这也马寡妇，转过来问我，你是不是说马寡妇呢？这个就是一种叫迫害妄想。有一部这个张国荣主演的影片呢，里边讲啊，就是说有一对这个母子啊，死在泥石流当中。结果是女主人公就产生一个幻觉，总觉得那个母子阴魂呢，经常围绕在她身边。所以这种类型呢，我们这叫迫害妄想症。那么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消息，有一个这个工人呢，姓李，岁数不大，20多岁，他就得了这种迫害妄想症。怎么得的？他本人这个职业呀，是个蜘蛛侠。什么蜘蛛侠呢？那么现在有这说法，就是高空作业，爬上去擦玻璃干嘛去？那大高楼。本来这样的人呢，没恐高症。你想他常年在上面，有这么一回呢，他在一个20几层的楼上擦完玻璃，就坐到楼顶那台那儿了，往远处看风景，累了喘口气儿，腰上系着这个安全绳，往下还有这弹性，没什么事儿。他的一个同伴正是知道这个情况了，就跟他闹着玩。他这么一条腿担在这个沿上，另一条腿在下面。他这朋友在后头，趁他不注意啊，扳着这条腿唰就给他推去了。你想推了之后他悬空了就往下掉吗？这就看过蹦极的朋友知道，他有那安全绳，有那弹力，没事一弹也上来。可是你想，一个人突然间20多层楼唰下去了，一看下边，当然跟这个同事这关系俩人就弄掰了。在这之后，他只要见到一个生人就琢磨，你是不是要害我？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敢再从事原先的工作，反而恐高了。一往高登就四外边没人也看，是不是谁来推我来了？这没人，说没人，说超人来了。时间一长了，他对所有陌生人都不信任，就整个社交是完全崩溃了。那么这种妄想症根源在什么？他被人害了。就当然人家也不是说纯恶意，就是开玩笑，可是开玩笑有个边界，在他心里形成一种迫害的阴影。这样的情况呢，历史上也有。典型例子是谁呢？那曹操就是。他为什么防范周围人要刺杀他害他呢？他当年就刺杀过董卓，他心里很清楚，他位高权重啊，有时候采用一些很暴力的手段，有人也要害他。但也确确实实现实当中呢，不少人要刺杀他，所以他严加防范，他也有一种迫害妄想症。那么这些呢，有人说你说这都些大人物，
都多少年前的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有这种迫害妄想症的人非常多，这样人往往是什么呢？他受到了实实在在事儿的刺激，总把这些事儿往自己身上安。你比方说，咱们一打开电视，法制进行时啊，法制节目，你看哟，这人怎么的走黑道，被人背后一板砖，哎呀，我天天下班走黑道，是不是谁要害他？哎，这儿有一凶杀案，谁害的人呢？谁是凶手啊？他邻居，哎呦，我邻居是不是这样人？越看越像，这是怎么剃寸头呢？这你看，就他自觉的对号入座，他心里产生这种恐惧感，这也是一种迫害妄想症。那么迫害妄想症呢，咱们可能有些年轻朋友更加熟悉。为什么我刚才说他跟现实一对号入座，他就容易产生妄想呢？最典型恐怖片，咱们看恐怖片，恐怖片为什么有时候看完你害怕呢？它越是反映你身边熟悉的东西，你就越害怕。你比方说这恐怖片经常有这个浴室啊、卫生间、楼梯、电梯、公共汽车，就这些大家非常常见的场景。在这些场景里头呢，它发生一些恐怖的桥段，你看着很害怕。回过头你一推门，你家里头这个外边的事跟这个环境差不多，你往往容易产生联想。所以有的时候，比方说我小的时候就有那个看了一些恐怖故事啊，走黑道怎么的，你记住，回家的时候关门那一瞬间最害怕，就觉得不关门后边有什么东西跟进来似的。哎，其实它就是反映的是你熟悉的事物，你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想法。那说到这儿，有人说那恐怖片就吓咱们，这怎么还拍这个？哎，恐怖片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咱们经常有那么句话，叫噩梦醒来是早晨，咱们都有这体会。半夜3更做噩梦，哎呦，这个吓人呐，什么鬼追啊，什么之类的，哎，心下扑通扑通。突然一睁眼睛吓醒了，外边一看啊，我没事儿，心里甭提多舒坦了，这是。或者做噩梦，高考没考上，坏了，这高考都完了多少年了？一想没考上，等再一睁眼睛，哎呀，高考过去了，我都上班多少年了？噩梦醒来是怎么？恐怖片是干嘛的？咱们平平安安你没病的时候，你觉不出健康可贵。一旦感冒了，哎呦，我没病的时候可真好。就是咱们平平常常过日子的时候啊，你体会不到平安是福。你看恐怖片把你吓一下，哎呦我的妈，这太吓人了！这时候你发现自己还没事，你会有一种幸福感。其实恐怖片呢，是用一种极端的情绪来勾引起我们对生活当中平安是福这个概念的一种认同。所以有的时候恐怖片啊，它其实最终的反应是我们现实当中呢，既然恐怖不存在，我们没有这种情绪，那我们的生活一样是非常美好的。所以你不妨有的恐怖的段子，其实它也是反映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大家听一听啊。说街上这公共汽车呀，有个6路公共汽车，只要晚上10点钟以后上去，什么事都有。正好有这么一位呢，这朋友也姓李，IT 公司上班的。可是他晚上加完班回家，非得坐这个6路公共车回家，而且一般他都11点才能下班。那打车呢，舍不得钱，收入低，他还怕这闹腾。这天游一来游去，11点多钟出了公司一看，6路车过来了，哟，车上得有20、30号人，哎，前面司机开着挺大车厢，这么多人我怕什么闹腾？上去了，上了这6线车了，一看车上还有座，挺好，坐在这儿。侧外边一看，这人来人往，很正常的，没事儿，什么闹鬼，走吧。加班他疲劳，坐了一会儿啊，困了，一低头就睡着了。也不知道过多久，一阵冷风吹过来，他醒了。再醒了，一抬头，外边一个人都没有。再往前一看，司机也没有。这车还一点点往前开，没司机往前开，完了闹鬼了。这小李躺整个人都不会动。正这时候，就听车外有人喊：“车都坏了，不下推车，睡什么觉呢？”这样所谓的恐怖故事，无非就是借助一个恐怖桥段，让大家感觉到一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那么些恐怖的事儿，